你还不知道吗？顾晓回传这则讯息后，对话框就像停格般，一直静止在晚上的9点34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不说完？等不到顾晓的回应，陈小娟有些着急地回传讯息。这时，顾晓的讯息才姗姗来迟。王志胜前天被公司开除了，有人告发他有婚外情。由于王志胜婚外情的对象也在我公司里，所以王志胜前天就被解职离开公司了。王志胜被开除了，陈小娟对这件事感到惊讶。因为顾晓的家族企业虽然有明文规定员工不得有婚外情，不然一律以资遣做处理，但婚外情除非罪证确凿，或是有人故意告发，不然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志胜前天就被开除了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陈小娟心里想着，王志胜这几天都在哪里呢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回家呢？应该是王志胜他们单位的内部斗争。最近他的单位悬空着一个副总经理职位，他单位的每个人都想要争取。本来王志胜的升职机会是比较大的，结果发生这种事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王志胜是不是又不回家了？顾晓对他的婚姻情况总是了若指掌，不用等陈小娟说明白就猜得到答案。陈小娟不想面对顾晓的问题，她只回复：我会再好好安慰志胜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。小娟，我觉得对你很不好意思。顾晓又传来了讯息，王志胜其实有跑来我这边问是不是我告发他的，但我并没有。这件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很担心你跟明阳以后该怎么办啊？陈小娟觉得顾晓也担心太多了，王志胜只是被公司开除了，又不是找不到工作，而且王志胜若是因为这件事得到教训，以后愿意回归家庭，当个好老公、好爸爸，这样对他和小孩是一件好事啊。陈小娟心里顿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想象。她看着床头柜上的水晶球法器，觉得宗师的法力真是太强大了。她觉得王志胜将要回到她身边了。你也想太多了，我跟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很晚了，晚安。面对顾晓的担忧，陈小娟觉得她有些矫情了，甚至不想再继续跟顾晓聊下去。看着顾晓也简单回了句晚安，陈小娟急着在手机翻看王志胜所有的社群账号，但每个账号都封锁了他，让他根本无从得知王志胜的消息。可是他的心里却隐约觉得王志胜快要回家了。他立刻下床，在化妆镜前端详自己的脸，心想着他是不是变老了，没有魅力了。他赶忙拿出放在抽屉里的保养面膜，撕开包装，立即在脸上敷上面膜。他想着几天后王志胜愿意回归家庭和他重修旧好，他就得好好保养自己，不能让自己长得不好看。他记得王志胜形容过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，说他甜美的像一个天使。他记得他曾经在王志胜心里就像天使一样美好。事情果真如陈小娟所料，得知王志胜被公司开除的消息，那一星期的周末，他和小孩在家里吃午餐，就听到家门有被钥匙转动打开的声音。王明阳有些惊讶地看向家门，而陈小娟却是面露欣喜的表情。他知道是王志胜回家了。王志胜带着当初离家时的行李箱回来了。一回到家里，他的眼里只看得到王明阳。他对着小孩招了招手，
王明阳便开心地跑过去抱住爸爸。你吃午餐了吗？陈小娟看着王志胜带着行李回家了，她心里感到很亢奋。她知道一切都要回归到原点，她的家庭不会破碎了。她开心地对着王志胜献殷勤，王志胜无视她的关心，只对着小孩说道：明阳，爸爸今天带你出去打球好不好？王明阳开心地答好，然后有些期待地看向妈妈，便问爸爸说：爸爸，妈妈也要一起来吗？小孩说出了陈小娟的心声，他也一脸期待地看着王志胜，却等来王志胜一句：妈妈不会打球啊，妈妈可以帮我们加油啊。王明阳再次童言童语地跟爸爸请求。王志胜只是摸摸小孩的头，像是在安抚他。陈小娟知道王志胜一定还心存芥蒂，毕竟他们之前那样大吵过，便立刻为王志胜找了台阶下。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，我得在家里做些事，你们好好去玩吧，我在家煮好吃的等你们回来。王明阳听到妈妈的话，他有些失望，但心里又很期待跟爸爸出门玩。他为难地看着妈妈，但陈小娟给了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。他知道孩子这阵子有多想爸爸。王明阳见妈妈是同意他的，又开心地跑去抱住爸爸。王志胜便将行李箱拉回了主卧房。陈小娟看到这一幕，她知道王志胜是认真想要回归家庭了。她随着王志胜身后一起进入主卧房。王志胜看到床头柜上的水晶球法器，他皱着眉问道：你还在光明之家吗？陈小娟有些慌张，她立即去取床头柜的水晶球法器，然后编了一个谎言。这是顾晓的父母之前去西藏玩，给顾晓买的纪念品，顾晓把它送给了我，因为这个听说可以为婚姻家庭带来好运。陈小娟有些编不下去了，她紧紧抓着水晶球法器，她担心王志胜会把法器拿去丢掉。光明之家一直都是他们婚姻有裂痕的原因之一。你怎么会这么迷信？王志胜非常受不了陈小娟沉迷这些宗教信仰，他似乎已猜到陈小娟是在骗他。爸爸，我们要出门了吗？王明阳在房门外大喊着，像是想要帮妈妈解围。王志胜忍下移到嘴边的话，不想再多看陈小娟一眼，然后走出房门，跟小孩一起准备出门了。陈小娟像是做错事的小孩般，她想把水晶球法器藏起来，便走到王明阳的房间，把法器藏在小孩的床底下。这一次是宗师的法器守住了他的婚姻，他要相信宗师所带来的一切美好。他相信他的信仰越是虔诚，宗师会继续加持他的人生幸福。